列强航行，妖后无能。他下5千年未有之时，我虽一介草民，江湖术士，他也有一腔热血。今日为国除贼。太后，这是奴才特意寻来的戏法大家，能6月飞雪，铁树开花。另有一招群仙贺寿，乃千古绝学。有心了。请瑶池仙子为太后贺寿。群仙已至。请太后升天。太后，太后，头没了！一代传奇林星只身入宫斩杀妖后，流芳百世。你弟弟的体寒症无药可医，幸好有你家先祖玉牌，这宝贝可真是个奇迹呀！阿仙，竟然没死！阿仙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这是呢？哎，怎么是小孩的声音？阿仙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阿仙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姐姐！阿仙，你怎么了？阿仙，你怎么了？阿仙啊！姐姐，我竟然穿越到了自己的后人身上，还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。阿仙，哦，姐姐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你弟弟死了没有？没死就滚回来！爷爷要重新确立继承人。凭什么？我爸是上一任古戏法继承者，就算是要重新确立，也是我这一脉的事情吧。哼，你爸妈死了，你个半吊子弟弟还是废物，不配做继承人。阿仙，你别担心，姐姐一定不会让他们抢走先祖玉牌。这个很重要吗？当然啦，有了它，阿星就不会怕冷了。阿星，姐姐上去找他们谈，你在这等着，别乱走啊。快看，又有人挑战天下第一局了。这不是我留下的考核吗？100年来，竟无一人能破解。哇！林家这天下第一绝，100年来无一人能破解。唉，又失败了。恐怕只有林家先祖重生，否则无人能破解。这很难吗？仙人点化，铁树开花。
派戏法大比，男儿成为年轻一辈第1名，深得何副会长赏识啊！好啊，林家的未来都看你们这帮年轻人了啊！先祖的考验被人破解了。铁树真的开花了，还有花香呢。哎呀，百年难题，今日竟然被人破解，此人的戏法太强了。能通过先祖的考验，此人的戏法之高超，直吹先祖啊！能为我所用，定能让林家再次崛起。传下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找到这个高人。是。不过是个小把戏，就让你们如此吃惊。阿星，阿星，别乱说话。他不敬先祖，更不配持有先祖玉牌，救出来！你干什么？先祖造就了我林家，现在族内有人对先祖不敬，必须严惩。爷爷，阿星从小就有体寒症，只有先祖的玉牌才能够化解。要是没有先祖玉牌，他是会死的。那就让他去死啊！先祖玉牌藏着戏法传承，他一个病秧子，早晚是要死的。难道让我们等到他死以后再去传承戏法吗？我是林家长子，绝不能让一个病秧子把持先祖玉牌。爷爷，阿星不能没有先祖玉牌。求您了，姐姐，你起来！先祖玉牌是家族继承人的象征，只有戏法最强者才有资格佩戴。你若想要，就去打败其他人。好，为了阿星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守住玉牌。第1关，油锅捞钱。哇，今天的第1关就是这么顶尖的戏法，我们能大饱眼福了。林南和林安强都很厉害，不知道林晶姐弟怎么样？可别连1关都过不去。林晶连上台表演的实力都没有，林夕更是连戏法都没有学过，他们怎么敢去抢继承人的位置？哼！一会儿给那丫头点教训，他爸死了，他手上的东西必须交出来。爹，您放心，儿子我绝对不会让咱们林家的东西要流落到外人的手中。晶晶，这一关很是凶险，一定不要伤了自己。开始吧。热油沸腾，销金淬骨。这是真假？我都闻到香味了。没有实力，手伸进去可就废了。太夸张了，这不是梅菜扣肉吗？废油取钱，伤残自负。若是学艺不精，就趁早认输。本来就是个废物，才没了双手。爷爷，我先来吧，免得有些半吊子，社区丢人现眼呐。好。天哪，他竟然在油锅里面洗手！早就听说林家长孙是南派第1，没想到这林安强也这么厉害。是啊，林家真是人才辈出啊！初级戏法也能漏了气。
臭小子争气呀！没想到李安强这么厉害，没实力就赶紧认输啊！别到最后输了比赛还落个残疾啊！啊！老三，你养了个好儿子，有阿南和阿强在，我林家可愁不行。父亲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骄不躁，这才是大家风范。林晶，该你了。废物！我劝你赶紧认输吧，免得到时候有人说我欺负你啊！我的后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晶晶啊，你也别怪二叔，家族规矩如此。你要不认输，就赶紧上场，大家都等着呢。他那半吊子水平，输定了。赶紧把先祖玉牌交出来。爷爷，不如让我先来吧，也让晶晶先适应一下。也好。南哥上场，恐怕有些废物连上场的勇气都没有了吧？啊！晶晶，待会儿啊，注意看我的手法。这一关要用千幻13式，第8式裂字诀。哦，白银手，白银手。二哥，男儿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嗨，这不算什么。要是他能练出先祖说的黄金手，那说不定真能从玉牌中得到先祖传承啊！幼稚！什么是白银手？林安强只练成了青铜手，才会被这油锅烫伤。在这之上还有白银手和黄金手。林南这一手白银捞月，怪不得能成为南派的最强者。那黄金手呢？那可是传说中的手法，除林家先祖之外，无人练成。林晶，你还要比吗？要。那就快点儿，别耽误时间。废物！啊，居然成功了！阿贤，姐姐成功了！哦，姐姐加油！扯淡呢吧？林家众人天赋普通，还尖酸刻薄，倒是我这便宜姐姐不年轻轻。传闻林晶资质平平，就是个半吊子，没想到竟有些实力。二哥，这，男儿是怕他给林家丢人，才教他这一关，第二关他肯定过不去。切，不就是跟南哥学的吗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呀你？第二关，利斧断手。第二关利斧断手，这可是重头戏啊！利斧断手，这不是自残吗？这是戏法儿，断手可以跳舞，而且还能完好无损的接回去呢。这一关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我苦练多年的成果。你各位，瞧好了，来，走你，来，来，常儿，快
快收回来！你小小年纪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是，爷爷。哎，没实力就赶紧认输，别最后输了比赛还落个残疾。老三，长儿进步这么快，你功不可没呀！哎呀，二哥呀，你这是过誉了啊！这力斧断手有3个等级，行走、跳跃、飞天。你看这强儿，行走都勉强完成，还得再练呢。确实欠练。强儿，再接再厉。是，爷爷。看懂了吗？废物！姐姐，别怕。晶晶，看清楚，这一关呢？哪儿？专心比赛。是，父亲。这小子还行，真厉害呀！林家第3代最强者，神一样的存在。男儿竟然做到了跳跃，连我们几个老家伙都不如他呀！这不算什么，地府断手练到大成，那可是能飞天呢。男儿还差得远，差得远。男儿，以后林家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再接再厉，带领林家恢复先祖的荣光。是，爷爷。林晶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不，哪怕还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拼尽全力。姐姐，玉牌是给我用的，就让我自己来吧。你什么都不会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以后要好好学，早晚会有一天用事实告诉他们，我们也是可以继承先祖荣光的。唉，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？磨蹭什么呢啊！不敢比就认输，滚下去，交出先祖玉牌！做不到就别逞强，别死在这儿给我林家丢人！林家老大这一脉算是废了，连剁手的勇气都没有。林家先祖多厉害呀！一招群仙鹤寿，摘掉妖后人头，怎么会有这种废物后人？林静，你要丢人到什么时候？你想让我林家成为笑话吗？用龙潜于渊，扶摇万里。哼，一个病秧子，还教别人变戏法呢！哎呦，就听他的，他说的对，听这个连戏法都没学过的病秧子，到时候你表演失败死了，可就怪不得我们了。阿仙，这和南哥的手法不一样。这一次，听我的。闭嘴！戏法不是儿戏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阿星从小就爱看书，说不定在书上看到过，他肯定不会害我的。拼了！停！这手法扶摇万里啊！力斧悬于空中，以手代斧，这是飞天！我怎么没想到啊！动，快动啊！
什么？他居然真的成功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做到了飞天呢！对手竟然能飞起来打人，看着比林南还要厉害呀！100年了，绝技重现人间。青青，你是在哪儿学的？是阿信。爷爷，他就是个半吊子，平时他连我都比不过，他肯定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蒙的。竟然被林星那个废物蒙对了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狗屎运呢？姐姐成功了，姐姐成功守住玉牌了。二哥，快想办法呀！先祖玉牌只能是我林家的，他们姐弟俩必须交出来。爷爷，我比赛成功了，先祖玉牌是不是就归我了？不行，爸，他能完成力斧断手，明显是走了狗屎运，本身就是个半吊子，不配拥有先祖玉牌。你，爸，林晶一个女人将来嫁人，岂不是要把先祖玉牌带到别人家去？哎，对呀，爸，这先祖玉牌里藏着我们林家的传承啊，绝不能便宜了外人。我提议现在就收回先祖玉牌。你们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，还不是看我爸死了，想要逼死我们姐弟俩？你们无耻！你怎么说话呢？行了。你要想拿到先祖玉牌，就必须凭你的实力。你也别怨我，我要保证家族的利益。不过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能通过第3关，先祖玉牌就归你，否则就交出先祖玉牌。林青，你要是不敢比，就直接认输，然后滚出林家。好，我比。怪不得林家破败至此，不认真钻研戏法，只知道内斗，欺负弱小，不破败才怪。林晶，第3关你跟我单独比，敢不敢？我，姐，我替你比吧。阿星，比赛是要靠实力的，刚刚只是碰巧走运。哎，磨叽什么呢？到底比不比？好，我比。那好，第3关，隔空取物，是先祖的千古绝学，群仙鹤兽的入门基础。谁要是能赢，谁就是我林家的继承人。好，就比这个。阿星，姐，没事。不能动箱子和锁，谁先取出玉牌，即为获胜者。安强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想赢，没想其他的。他自己实力不行，可怪不得我呀。啊，受伤了，那还能继续比吗？非比。没事，阿星，我还可以比。我劝你直接认输，反正你也赢不了我。晶晶，别比了。然哥，我可以。哼，我看你怎么比。我来。一群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，你们还要脸吗？怎么？
大废物不行，轮到你这个小废物来了吗？只要打赢这畜生，就算我们赢，对吗？小畜生，凭你还想赢我？做梦！我是他亲孙子，你骂我畜生，那他呢？你行了，戏法是需要有极高的天赋，而且还需要从小就开始练。你既没有天赋，又是个病秧子，别说是强儿了，你就连林青都比不过。我要打的就是他。老头，我再确认一遍，是不是只要打赢这个畜生，就算我们赢？哎，怎么跟你爷爷说话呢？你要是赢了，我就把刚刚那锅热油喝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找死啊！不过输了，你倒是可以趴下学几声狗叫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让我趴在地上学狗叫的。阿星，姐，相信我。既然你想要找死，我就送你一程。命！雕虫小技。不！我怎么完全无法近他的身？瑶池仙子。阿星他，这是群仙已至。二哥升天。请瑶池仙子。阿星他，群仙已至。请二哥升天。还要继续吗？头没了，我可不报安的哟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快点！别说话。徐向阳，你挑了我林家2个场子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你居然有胆量到我林家来闹事！啥情况？是北派徐向阳，这些年一直觊觎林家的先祖玉盘。徐家主，今日我林家有重要事情，不接待客人，请回吧。我听说你们林家有重准继承人，我徐家都过来做见证。林家和徐家一向不和，怎么会来参与林家的事儿啊？那是看林老大死了，上门来打压林家了。林家主，我还给你准备份大礼呢。拿过来。徐向阳，你，爷爷，我让你准备2个女人，你他妈给我准备2个纸人，你他妈要诅咒谁啊！哎呀，林家主，不好意思，下面的人不懂事儿，要不您先收着，反正你很快就能用上了吧？这徐家主还挺会玩啊！林家主，不要生气嘛。那林老大死了，那剩下这些窝囊废，那肯定守不住林家。早晚把你气死，你还不如早死。疯子，想死啊你！徐家主，我林家好得很呐。杂碎，我先弄死你！宁城，三叔。林家主，听说你们林家长孙很厉害嘛？今天我带着这些朋友要跟他切磋切磋。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既然你自己想找虐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林家戏法的厉害。来呀，强儿，强儿人呢？难道是他刚才表演的戏法？爷，爸。强儿，你乱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人突然就到外面了。都他妈闭嘴！敢不敢应战啊？我们林家准没怕过。那就好，既然是比试，那就得有个彩头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们徐家所有的传承都归林家；但我要是赢了，林家祖上的玉牌就归我所有。这样没问题吧？林家主，咱们打不过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怂货！我家先祖深明大义，作为后人，我们也绝非输败。林家主大喜呀！那就开始吧！好啊，能见证古戏法南派和北派比试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南北之争由来已久，今天或许能分个高下了。那就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南北派之争，双方各派3人，战到最后者为上。爷爷，晶晶的手受伤了，我们还缺一个人。臭小子，看来只能……爷爷，你不会要让这个小废物上吧？啊，他会拖累男儿和强儿的。你们林家好歹也是南派掌舵人，那先祖是何等风光，就你们这些小辈，连3个人都凑不齐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徐家可以借给你。爸，实在不行，随便找一个也比他强啊！瑶池仙子，群仙已至。阿星，你上。如果你赢了，先祖的玉牌就留给你。阿星，你可以的。李星，你就是个凑数的，待会儿给我好好看着，别给我林家丢人现眼。林家主，你们林家真是人才辈出啊！找这么个小病秧子来顶数。我说，小病秧子，你懂得戏法吗？啊，你会玩吗？他推我，讨厌死了，讨厌死了！少他妈废话，他就是个凑数的。有我跟我南哥2个人，足以对付你们3个人。林家主，开始吧！真热闹！哎呀，何会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南派戏法选拔继承人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另外，我代表全国魔术协会，给你们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。这是以你林家先祖命名的全球魔术大赛的参赛券，整个航程仅此一份。既然你们要比试，那最后的胜利者将会获得这个参赛券，代表航程站在世界的镜头前，与外国魔术比拼。要是我们得到参赛券，哪儿岂不是能有机会能跟国际大师同台竞技？外国魔术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也配与戏法相比？何会长，请坐。男儿、强儿，今天一定要表演。孟先生，拜托了。小小把戏，装腔作势。你就是孟子龙？
他很厉害吗？孟子龙，北派孟家嫡系，力压一众北派年轻子弟，位列第3。啊，第3啊！徐翔阳竟然能请动这种高手，第3而已。要是我出手，怎么着也能拿个第1。请吧，还是你先来吧。我先出手，我怕你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。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看好了。变！变！变！南派林家就这点实力呀，雕虫小技。林安强输了，去！好一个惹火烧身！你输了。这南派林家就这点实力吗？真是无趣。林家主承让了。安强，输了咱们认。接下来交给我。男儿，阿强已经输了，林星又是个没用的，你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希望了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就是林家长孙。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请吧。你林家能让纸人复活，巧了，我有一绝学，撒豆成兵。孟子龙的撒豆成兵真妙啊！他就是靠着这招位列北派前3。爸，这没想到北派竟有如此人才，我林家要有难了。这难道是黄金手？倒是没丢人。好样的！林南不愧是林家长孙，轻松化解孟子龙的绝学，后生可畏啊！这是我结合众家所长，好18年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绝技，没想到今天被你破了，我输了。哼，北派第3，不过如此啊！刚才只是热热身，接下来可是重头戏。庆州云惊鸿，请赐教。庆州云家很厉害吗？庆州龙首，戏法1000年世家的云家吗？徐老板，你既然连云家的高手都请得动，这云惊鸿应该就是去年的北派第1，全国魔术大赛第7名吧？北派第1，全国第7，那南哥怎么赢啊？这可是北派经典戏法中排名第8的庄周梦蝶，不少人穷其一生都学不会，没想到竟让他学会了。
在座的诸位，怕是没人能破解吧？这南哥怎么赢啊？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该怎么破解？怎么就不能破解呢？林家长孙，林家秘传第3式鹰击长抠，应该没有失传吧？难道他刚才不是蒙的？居然能用食物链法则破解戏法，好啊！耶！这是废话。这庄周梦蝶破得漂亮，银南不愧天才之名，恭喜林家主，林家又出人杰呀！没想到你能破了我的庄周梦蝶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什么北派第一，全国第7，还不是我南哥的手下败将？徐向阳，就你这点手段，还敢来挑衅我林家？着什么急呀？我还有最后一只王牌没拿出手呢！哼，宋大师辛苦，最后这一场，我不要让他们活！宋大师，什么狗屁大师？前2个不也是一大堆名头，还不是输给了我南哥？我劝你趁早买票，滚回老家！遮掩掩的，是见不得人吗？不好，这人不简单。这人给我的感觉好熟悉，会是谁呢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有点东西。哪儿？你一定要谨慎。小朋友，待会儿可要看仔细，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够欣赏到顶级戏法的机会。老东西，你也太狂妄了吧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他到底是谁啊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这马是怎么出现的？这是什么戏法？这该怎么破解呀？这凭空出现的汗水宝马，完全没有预兆。这……我见过那么多高等级的戏法，却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戏法。别说在座的各位，就算是放眼全球，恐怕也没几人能写。各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，只要你能降服它，我就认输。降服汗血宝马，这谁能做到啊？这个戏法，我无法破解。南哥，南哥，没事吧？爷爷，爸，是我无能。男儿，坚持住啊！咱们林家输不起，先祖玉牌关乎重大，要是没了，咱们林家可就全完了。咱们就认输了，才刚刚开始，连这一锤就能犯蛋，就连你们林家的长孙，他妈的也是个大废物。林家主，既然你们林家认输了，就按规矩来，你们林家祖上的玉牌归我，没问题吧？我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他还是个孩子，没想到我林家传承了几百年，最后竟然断送在我的手上。不过我想知道，我林家到底输给了谁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林家死个明白。嘿嘿嘿嘿，宋大师，宋云霄，怪不得能施展如此神奇的戏法，
原来是全球排名第8的宋云霄。徐向阳，你连这种人物都能请得到，还真是高看我林家。能输给宋大师，我林家心服口服。哎，爸，不能认输啊！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先祖玉牌是我林家的命，不能交出去啊！对啊，爷爷。喂，我还没上呢。谁？还有谁？哟，是林家凑数的小病秧子，你懂得几个戏法呀？这么低级的戏法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？林星，戏法需要天赋，再加上后天磨练，不是你说几句大话就可以了。赶紧回去！闭嘴！会长都说了，这个戏法无人能破解，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阿星，宋云霄比我们强太多了，你不要逞强。林星，你真的可以吗？爸，你们真打算让他破解吗？闭嘴！我觉得还有希望。按规矩，林南输了，由我来破解，没问题吧？既然你想死，我也拦不住啊！我成全你。哟，还挺凶。有请吕奉先。吕奉先在此，好马，我吕奉先收了。破解了，破解了！啊！破解了！破解了！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戏法呀？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才是真正的戏法大师。我就说阿星可以。不是，他竟然破解了宋云霄的剪草为马。果然，他从来都没有梦，是真的有实力，神乎其神呐！宋大师的戏法他都能破解，你们林家真是深藏不露啊！看似简单的戏法，里面却蕴含了那么多的战意。一力降十会，强行破解了我的剪草为马。这样的实力与技巧，放眼全世界那也是无人能及。你们林家怎么会有这种天才？你们是不是应该交出东西，然后滚？还全球第8呢，也不过如此嘛！就这还敢惦记我们林家的先祖玉牌？赶紧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杭城！宋大师刚才是让着你们，没有全力出手。要是真的比拼，你们不可能有机会。什么意思？你想耍赖？林家主，刚才的比赛根本就不公平，你也不希望现场这么多人都说你们林家是靠宋大师让着才赢的吧？既然你不死心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我则要看看你们怎么赢。阿星，对面可是排名全球第8的宋云霄，他要是使出全力的话，我们是啊，宋云霄的对手可都是世界级高手，你根本不是他对手。爸，我们再另约时间吧，我们也是请世界级的高手，把赌注都压在他身上，太冒险了。那些世界级的高手请得动谁呀？这，哎呀，阿星，林家的未来可全靠你了。林星该不会最后能赢吧？不可能，宋云霄可是全球第8，那可是硬碰硬拼出来的，他那个病秧子怎么能比？反正我觉得林星能赢，他刚才破解了宋云霄的剪草为马，我真的以为吕布相是了，足见他的实力之强。宋大师，接下来就可以稳定发挥了。善哉。
小娃娃能做我的对手，你也算不枉此生。在我面前，你还没有资格说这种话，赶紧开始吧。我确实见过很多天才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天才不过是见我的门槛儿。这是无钢拳！什么？居然是单个重达100斤的无钢拳！他居然负重800斤施展戏法！负重800斤就这么厉害了？现在全力施展，这谁能赢啊？徐家能请来这种高手，林家这次真的完了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难道是？不愧是宋大师，出手就是神仙级别的戏法，银河落日啊！这在古戏法史上也是能排得进前10的，除非林家先祖重生，否则没人能赢。这是银河落日，这下输定了！哎呀，能看到宋大师出手，这是我们的荣幸啊！哼，可惜他的对手太弱。该你了。小孩子把戏，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刚才的群仙鹤兽，你们都没看清楚，这下都给我看好了！请瑶池仙子。又是这个动作，群仙已至。群仙已至。徐家主升天，这是什么戏法？竟然还能请仙女跳舞啊！林心真厉害啊，实力高强，还会伪装，把我们都骗过去了。这世上怎么还有人会这种戏法？这才是神话级的戏法啊！多少天才做梦都想学的戏法。我看过这么多戏法，唯有100年前的林家先祖才能施展如此出神入化的戏法，想不到今天能在一个小孩身上看到。林家主，你这孙子非同凡响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之前就是用的这个戏法，把他的二哥也变到外面去了啊！刚才那是先祖的群仙鹤兽，那我头差点没了。阿星，徐向阳他……放心，我不会摘他头的。都他妈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啊！北派第3，庆中云将，全球第8，你们不都他妈高手吗？连个小孩你们都比不过呀！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废物！都他妈的是废物！老子肯为你徐家出手，都是你跪地求来的，老子又没说肯定能赢。没想到南派林家竟有如此天骄，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看来我还是回家继续钻研戏法吧。告辞。想不到我居然输给了一个小娃娃。林家，告辞。哎，别走
啊！我钱白花了，你是骗子！徐家主，按照规矩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你们徐家的戏法交出来？放心，我们肯定会给你发扬光大的。哎，既然输了，东西可以给你们，不就替我家保管一下吗？哎呀，早晚一天我会拿回来的，早晚都得还给我。快滚吧！徐家主慢走，常来啊！阿信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要不是你出手，我们林家的传承可就彻底的断了。比赛结束了，大家用餐吧。去用餐，吃饭，吃饭。等一下，你不记得你刚才说了什么吗？我刚刚说过什么？我每天说那么多话，我哪能全部记得？你刚才好像说，只要我赢了林安强，你就趴下学狗叫。哎，不，我得把你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要是说话不算数，那可丢我林家的脸啊！林星，你强儿，宁城刚才确实说过，说到就要做到。林星，虽然你今天救了整个林家，但是我爸可是你三叔，你别太过分啊你！爸，汪，你们家氛围啊，真好。林家主，这是你们应得的，手持此券就能前往京都大舞台和外国的魔术大师同台竞技。另外还有一份特殊的奖品呢，但只有4个名额，你们自己决定。谢谢何会长。魔术大赛，如果有一些小家伙还没死，应该能见到他们。你说说，这次要不是这个林星，这南派林家可就要消失了。对呀，那小小年纪就打败了全球第8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！哎，阿星，晶晶，来，快来坐爷爷边上。晶晶，阿星，你们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，不仅先祖的玉牌要给你们，以后还要处理各种的家族事务，能者多劳嘛。爷爷，其实其他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呢就想好好照顾好阿星。既然有这个能力嘛，以后就要为家族多出些力。晶晶啊，你是不是还在怪三叔啊？三叔之前做的不对啊，在这儿给你赔罪了。晶晶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别怪我们吧。二叔也给你道歉。那个，我也知道错了。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们吧。晶晶、阿星，恭喜你们！虽然他们做错了，好歹也是一家人，原谅他们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林家人才辈出，看到你们如此团结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们一起喝一杯。来，阿星。
喝这个。哎，姐姐啊，阿南啊，这次全球的魔术大赛由你带队去吧，你们是我林家的未来，一定要争口气啊！是爷爷。哈哈哈哈哈！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不过，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表演戏法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。今天，终于要实现了。虽然不敢奢望冠军，但我们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全世界的魔术师都知道我们林家的戏法。这次啊，是用先祖命名的世界魔术大赛，我们一定要加油，不能丢林家的脸。哟，你终于来了！哼，怎么连会长大人都知道我林家了啊？走走走走走！辛大师，快里边请。他是谁？他是天竺国的新阁，传承自天竺魔术，世界排名第一，这些年一直针对我大夏。100年前，我林家老祖宗压着他们打，可惜老祖宗杀贼身亡，林家古戏法断了传承，之后再也没有人能赢他们。哦，原来是那老狗的后人啊！100年前，我家老祖宗被林家先祖打压，我潜心学习魔术多年，就是为了一雪前耻，让大夏古技法沦为小辈。今天终于能实现了。林星都死了100年了，大夏还搞什么林星杯全球魔术大赛，简直可笑之极！哼！这是我们的参赛券。哼！会场已经满了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凭什么？这可是副会长何坤南送给我们的入场券。没看到辛大师除了女伴儿，还带了3条狗吗？刚好占了你们的位置，赶紧滚！等一下，他的狗凭什么占我们的位置？那可是辛大师，世界排名第一，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也配跟他的狗比？我们可是杭城林家的，我们老祖宗只身杀妖后，是民族英雄。你们魔术大会都是以我家老祖命名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杭城林家，你家老祖宗的确是个人物，可是他都死了100年了。现在的林家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你们根本没资格参加全球大赛，赶紧滚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要干什么？要不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，我早就叫人把你打出去了。就是顶着林家老祖的名头，还想混一辈子？赶紧滚！狗都不如的东西！你再跟我说一句。对天竺国的人奴颜卑膝，却对自己人重拳出击。大夏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丧气之权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林家老祖宗杀妖后，就是为了能让大夏人站起来。可现在大清亡了，洋人都被赶出去了，你们却还要跪着，真是长了一身的贱骨头！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去把鲁清波那小家伙叫出来，我倒要问问他怎么教的下人。狗杂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鲁清波会长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去告诉鲁清波，就说他星哥有几句话带给他。星哥？星哥是谁呀？
我记得鲁会长年事已高，已经没有兄弟了呀。就是啊，根本没听过。鲁清波做梦都想见到他的新哥，你们要是不去禀报，将来他要是知道了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小东西，劝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你们林家以后就别想好过。哼！都给我老实待着！新哥，我好怀念当年跟着你学戏法的日子，都怪我无能，没有将戏法发扬光大，反而被天竺国的人这些年一直都压着打。会长，外边有个小孩说您哥哥给您带几句话。我都什么年纪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哥哥呀？这小杂碎，什么狗屁新哥，竟敢骗我！谁？新哥？他说是新哥。快，马上带我去见他。是。会长大人没有出来，你们几个狗杂碎果然在骗人！来人！干什么？不让进去，现在还要打人吗？打人又怎么样啊？这可是全球魔术比赛会场，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，你们也敢来闹事儿？不教训你们，以后肯定会有更多人来闹事儿。妈的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来呀，干啊，来呀！给我打！住手！会长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几个邻家小兔崽子，他们竟然敢打闹我们大赛会场，这分明是不把我们魔术协会放在眼里啊！这么点小事还惊动了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是啊，会长大人，尤其是这个小杂碎，居然欺骗我说你有个哥哥，这是在挑衅我们魔术协会，更是在挑衅您啊！必须要狠狠的惩罚他。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会长大人，我小菠菜都100岁了，还是这么年轻。我教你的驻颜术练得不错哈。小杂碎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他可是魔术协会的会长，你别乱说话，会害死我们林家的。对不起啊，会长大人，我弟弟还小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。会长大人，我弟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在家里胡说八道惯了，您千万不要生气。阿星，快给会长大人赔礼道歉。小菠菜，好久不见，来摸摸头。你找死！你小菠菜，你还是老了。这天底下只有星哥在叫我小菠菜。小朋友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梦里梦见的，他让我告诉你，只要大夏民族还在，古戏法就不会断了传承。我大夏民族可能以前落后，但总归会站在世界前列。没错，这是星哥说过的话。星哥，这都是我无能啊！他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他还让我告诉你，大夏动荡几十年，一些传承断裂是很正常的。你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上魔术协会会长，为古戏法守住一丝传承，已经是难能可贵。你是他最优秀的学生。你告诉我，星哥他还说了些什么？没有了，他担心你钻牛角尖，放心不下，特意托梦让我来叮嘱你。会长大人的老师就是林家先祖，那星哥就是林家先祖。谢谢你，小朋友，我一定谨记星哥的告诫。
让国戏法后继有人，重现当年的辉煌。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哎，会长大人，我们也想进呐，可某些人丢了我们的参赛券，还说我们连信哥的狗都不如啊，不让我们进啊。这是魔术协会下发的参赛券，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去？误会。大赛明令禁止携带宠物，辛格的狗为什么都能进？对外卑躬屈膝，对内却耀武扬威。难道说我平时就这样教你们做人的吗？会长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们吧。魔法协会需要的是人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狗。你们被开除了。啊！会长大人，我们为协会工作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求您饶了我们吧！对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们不会再有以后了。走，跟我一起来。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会长大人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会长大人，走吧你！请。诸位，我已经把宠物请出去了，你们先坐，稍后会有人主持比赛。我在这里预祝你们夺冠。不打扰了。外国魔术竟也配登这等大雅之堂，真是可笑啊！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这可是辛格大师世界排名第一。哎，你谁啊你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儿？哼！京都王家王海龙，这是我弟弟王海洋。魔术世家，连续5年获得全国魔术第1的王家。还算有点见识啊！你们又是哪儿的？哼，我们是杭城林家。哦，原来是杭州林家呀！不过是仗着老祖宗有点威名，还真把自己当成戏法世家了，也敢对辛大师不敬。也就是你们老祖宗选的死法好，要不然你们林家算什么东西？没错，戏法呀，根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，根本就不配跟魔术相比。再敢对我们辛大师不敬，我让你们林家彻底消失，尤其是你，小垃圾！你他妈找死！敢辱骂我林家先祖！你他妈找死！敢辱骂我林家先祖！安强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，还是魔术？别冲动！真是的，天哪，他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欢迎参加5年一度的林星杯全球魔术大赛。协会为本次比赛获胜者准备了一件极具特殊意义的奖品。什么？还用布遮起来？协会拿出来的奖品肯定非同凡响啊！这是我的手镯。这对帝王绿手镯本身就价值连城，而他们的主人更是赋予了他们非凡的意义，因为他就是大夏古戏法最后的传人，他是民族英雄，他就是林家先祖林星。什么？这是先祖的遗物啊！坐下。
听说古戏法的传承就藏在林家先祖的遗物当中，那岂不是说得到这对手镯就有机会得到古戏法的传承？大夏古戏法曾经碾压外国魔术，要是传承在线，肯定能恢复当年的荣光。虽然希望渺茫，但这次比赛我们必须全力以赴，尽最大努力拿回先祖遗物。小菠菜，你把这对手镯拿出来，是想自己大夏戏法师打败辛格吧？今日我就如你所愿，有些东西也是时候重见天日了。你们大夏没有人配得到这对手镯，他们是我的，他们是我的。辛大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谨记着前辈之誓，从小坚持练习魔术，不敢丝毫怠慢，就是为了把大夏的戏法踩在脚下。如今我现在世界第一，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纪念品，他们刚好合适。辛大师，你要是想得到他们，那就在比赛当中夺得冠军，这样就拿。不符合规矩。大夏，还有人能赢我吗？既然没有，为什么我不能拿？这辛格也太嚣张了！世界第一，难道不值得嚣张吗？要我说，这古戏法本就是街头杂耍，上不了台面，就该被魔术碾压。哼，你们这种半路出家的，只配学习魔术，因为戏法你们看都看不懂。说大话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打败辛大师，拿回你家先祖的遗物啊！就是，连自己祖宗遗物都保护不住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？你，古戏法不仅是传承，更是国粹。如果让辛格拿走了先祖遗物，那将是大夏之耻。所以这次我们必须拿回先祖遗物。放心吧，大夏的东西他们是拿不走的。辛大师，请自重。好啊，那就按你的规矩，你现在是大夏最强，你来跟我比。这里是由大夏魔术协会举办林星杯全球魔术比赛现场。辛大师，你若想比，那就按照规矩来。不行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得到那2个镯子，我要挑战你们大夏魔术协会。怎么，你们不敢吗？一群没卵的孬种！林星死了，你们都是废物，尤其是你，口口声声的说是林星的传人，可结果呢，连我的挑战都不敢接，做他的传人，你不配。会长大人，哪怕他是世界第一，但您可是我们林家先祖的传人，更是大夏魔术协会的会长，总不能让他把我们大夏的尊严踩在脚底吧？就是在大夏的地盘敢挑战我大夏的威严，真当我大夏没人了吗？怎么？现在全世界都看着你，你要是不敢应战，这本身就代表着输。太过分了！真想冲上去把他嘴给撕了！住口！这是能胡说的地方吗？阿星，如果是你对上他的话，有把握吗？阿星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怎么会是辛格的对手呢？也是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不过我真的很不甘心。不敢比，就给我滚开！好，这个比赛我接了。好，如果你们输了，就要向全世界承认，你大夏的古戏法不如我天竺国的魔术。另外，林家先祖的遗物将成为我的战利品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大夏的古戏法就是垃圾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会向全世界宣布，我天竺国的魔术不如大夏古戏法。我还会在林星的牌位前磕头，磕头带笑。好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唉，
要是当年我能留下传承，也就不会有今日之争了。但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。为了公平公正，我们将启动全球投票，双方各表演一次，获票数最多的为获胜者。你是林星唯一的弟子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星哥，我绝不会让你的遗物流落国外，更不会让外国人践踏我大夏的尊严。双方将通过猜拳获得优先权。不用了，我喜欢你们大夏的尊老爱幼，就让他先来吧。小波泰，尽力就行，别有压力。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准备唱戏吗？古戏法果然没有前途，已经黔驴技穷的开始学起戏曲了啊！你们这么推崇外国魔术，怎么不去认外国人当爹呀？你竟敢羞辱我！没兴趣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大夏的文化包罗万象，戏法自然也是一样的。八部天龙，这是八部天龙！天哪！八部天龙啊！很期待啊！什么是八部天龙啊？八部天龙是先祖独创的步法，八部落天龙现，但其中又蕴含64种变化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知道最后的天龙是什么。那岂不是说我们赢定了？会长能施展这个戏法，一定会赢。太好了！我早就想打那鸟人的脸了，这下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嘿嘿嘿嘿。这是什么戏法呀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刚才一瞬间，我好像真的看见龙了。难道这就是我们大夏的古戏法？呵呵，你们这些学魔术的，根本不懂戏法的魅力。魔术只不过是借助道具哄骗观众而已，但戏法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八部天龙的确厉害，要是你能练到第30种以上，不仅是我，放眼全世界都没人能赢过你。可惜你只练到了第9种，你根本就不懂得大夏戏法。真说要让大地全部染上绿色，让大地全部染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可是地砖，他该不会想让在地砖上长草吧？全部染上绿色！地砖长草跟真的变成了绿色哦，看着什么都不容易啊！怎么变成的？牛逼！居然真的让地砖长草了！八部天龙我虽未学完，但赢你足够了。凭一份残缺的传承，能施展到这一步，足见你在背后付出的努力。但想赢我，你还差得远。他什么意思啊？面对会长大人这么高等级的戏法，他该不会还想赢吧？安江，天竺国魔术传承久远，有几个压箱底的魔术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们家老祖宗的遗物绝对不能被外国人给拿走。他拿不走。本以为你有几分本事，但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就你这点实力，根本不配做李信的弟子。你们大夏古戏法也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哼！这怎么可能？会长大人的戏法竟然这么快就被破解了？难道
先祖的遗物，真的要被带到国外吗？不，他还没有表演魔术，而且胜利是由投票决定的，在结果未出之前，我们都还有机会。现在这李信的圣手属于我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大侠输不起是吧？金大师，按照大赛规矩，您必须先表演完魔术，获得票数最多的人才能得到林大师的遗物。你们还不是信使吗？好，那我就满足你们，也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看看魔术的神奇。唉，小菠菜输了。什么情况？镜子里的动作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是啊，就像有2个人在跳舞一样。他该不会要从镜子里变出一个人吧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根本没有作假的可能，真的是太强了！怎么回事？这就结束了？我还以为多神奇的，结果就这。嘿，你输了，赶紧滚下去！啊？输？我从来没有输过。就这种低级玩意儿，连我大夏古戏法的皮毛都比不了，你拿什么赢啊你啊？如果这都能赢，我只能说你们这些外国人一点比赛精神都没有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你们根本就不懂魔术。这一次，我不准你离开。可是，我们2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注定没有结果。你去不了我的世界，我就来你的世界陪你。竟然真的变出来一个人！不就这吗？谢大师的魔术怎么会这么简单？何止是魔术啊！刚刚谢大师还给我表演了一场舞台剧呀！没想到这鸟人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，我们可能要输呀！不行，必须想办法保护先祖手镯。大哥，要不，大哥，要不，哎，你疯了吧你！过来，这是全球魔术大赛，辛格若是赢了比赛，却在大夏境内出事，那么大夏将会彻底沦为笑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南哥，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？现在大夏戏法最强者就是会长大人，如果连他都输了，我也不知道还有谁能赢。妈的！要不是我们老祖宗为了民族大义，怎么会有人敢如此欺辱我们？放心，我大夏的东西，从没人能带走。精彩！实在是太精彩了！你们得意什么呀？外国人赢了，欺辱的只会是我们大夏的尊严。艺术是无国界的，我们为艺术鼓掌有问题吗？
主持人可以开启投票了。下面投票通道开启。哈哈哈哈！这么多票，我们赢定了！不管最后是谁赢，只要先祖遗物没有流落到国外，我们就有机会拿回来。杨猴子，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大夏古戏法的魅力，你永远也不可能超越，赶紧滚吧！这就是大夏人的素质嘛！天竺国闹了那么多的笑话，被全世界公认为猴子，他只是实事求是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秦哥，你输了，你还是走吧。大夏不欢迎你。我输了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到底谁输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忽然被反超了？就是，刚才明明都赢了，该不是有什么猫腻吧？刚才只是国内的数据，国外的数据有延迟。事实证明，大夏古戏法不堪一击。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当初，林家先祖战胜我天竺国所有人，现场就如此刻一般安静，这沉默的声音，还真是好听。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大家的希望。小菠菜，你无需自责，失败一次不算什么。我大夏失败过无数次，但最终都是站在世界前列，戏法也一样。对，我们大夏人从不怕失败。我们会谨记今日之耻，它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。今天我们怎么失去它，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拿回来。就算大夏古戏法传承在先，也不过是100年前的东西，而魔术经过这100年的发展，早已是今非昔比，再给你们100年也不可能超越。这老人好嚣张，我好想上去抽他呀！我知道你们不服，我可以给你们机会，在场不管是谁都可以上来挑战我，但凡有一个人能赢我，就算大夏赢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大夏最强的家族都学习我们国外的魔术，你们拿什么赢我？我来。阿星，你行吗？那可是世界第一啊！是啊，阿星，没有逞能啊。放心，他这是干什么呀？要挑战辛格？那可是世界第一，连会长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，大夏是没有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小孩上来跟我比，就算从娘胎开始学，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他虽然是个小孩，但是能在此刻站出来，凭这份勇气，就已经战胜了我们所有人。是啊，现在看来，我们的确不如他。哥，我们上吧！我大夏从来没有把一个孩子推到过前面。是，虽然辛格是我的偶像，但是为了大夏，我们必须站出来。对，阿星，不用这样的，你们是大夏的希望，我相信终有一天，你们能恢复大夏的荣光。哼，对付他不用等以后。你确定你能赢？小菠菜，你什么时候也敢质疑我了？这语气，会长大人，让我们上吧。虽然我们赢不了，但是要让外国人知道，大夏的尊严是不如去践踏的。对，是。我们怎么能躲到一个孩子的身后？不，让他上。这是给我们准备了。
酋长大人的命令被人吃了。会长大人，你没说错吧？这只是个孩子，这怎么可能赢啊？我说，让他杀！小东西，你还真要跟我比呀？那你倒说说，你打算怎么赢我？好，既然你虚心讨教，那我就给你上一课。戏法玩不好，可是会死人的哟。来。王玉洁，你干什么？赶紧回去坐下。哎，随意打断别人的戏法，这就是天竺国魔术大师的职业精神吗？秦哥，别忘了，这里是大夏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戏法。去吧，回到你原本的世界。快看，镜子里的场景变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那可是辛格的魔术道具啊，他怎么能用呢？这用别人的魔术道具表演自己的戏法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操作。辛格把人变出来，阿星该不会把人变没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可是辛格的女人，怎么会听别人的指挥呢？她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有点看不明白啊？王雨洁，你跟我回去。对不起，有人在召唤我。快看，人不见了，走进镜子里了。竟然真的走进去了。他把人给变进去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还是用辛格的道具，这不是在打辛格的脸吗？没错，打的就是这鸟人的脸。你们看清是怎么回事了吧？辛格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会长，你知道这个戏法？这是我师父独创的一臂之道，魂师必胜。当年凭此绝技，不知赢了多少魔术师。什么？竟然有人能施展林大师的戏法？难道是林大师梦中传法？人呢？人呢？你把这兵拿去了，快让他出来！你说话呀！你这么厉害，再把他变出来不就得了？对呀，大变活人可是你的拿手好戏，怎么现在不好使了呀？啊！破解了，真是你变啊！还得再看一次呢。别急啊，这才刚开始。我刚才只是破解了你的魔术，现在才是我的表演。什么？刚才这都不算表演？这都不算表演？那我们学的魔术算什么？明明都已经赢了，阿星为什么还要表演啊？万一演砸了咋办啊？哎，我相信阿星，他肯定可以。对，我也相信他。我也相信，我就是不想冒风险。小菠菜，给我拿一条绳子。绳子？你要变的是？没错。好。他要表演什么呀？竟然还要拿绳子！哎，他是你们林家的人，他要变什么呀？我们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第一个冲上去打这个鸟人的脸，哪还会等到现在？等等，我在一本古籍中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戏法，但是那太高级了，哪怕是100年前，也没有几个人能变出来。难道是？
看清楚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现在的大夏怎么还有人会施展这个戏法？今日王母举办蟠桃会，我想去尝尝，你可敢跟我一起？不，我不去。哎，那好吧，那我只能让仙女送下来了。绳子下来！王母，我想吃蟠桃了。仙女送桃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太神奇了！和这相比，辛格的魔术算个屁呀！竟然真的是他！星哥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大夏古技法传承在先了。小菠菜，尝尝。好。姐，你也尝尝。不错，今年的桃子挺香的。登天摘桃，这戏法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你是怎么学会的？怎么，你也想学吗？王母说她看上了你的女伴，想留在身边做个侍女，问问你同不同意？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那好吧，这么好的机会都被你给耽误了，那你自己上去接她吧。我接她？不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那也不敢，这也不敢啊？你休想骗我！你大夏古戏法，把人送上去就没了。行吧，那我让王母给你送下来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衣服怎么被换了？我输了。行了，我们赢了！是，我们是赢了。不过，我们也终于成功拿回了老祖宗的遗物。哎呀，戏法真的是太奇妙了！我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学习戏法，我也要成为戏法大师。对，我也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，向全球展现我大夏的国粹。喂，你们可以拜我为师啊！我肯定好好教你们。你要是能教我登天摘桃，拜你为师也不是不行啊。算你识相。虽然你的戏法很高深，但大夏戏法传承断裂，就凭这两下子还无法成为大师。你这么高的天赋，如果没有名师指导，那就太浪费了。你可以选择拜辛格为师。不错。我可以把天竺所有的高深魔术都教给你，让你成为下一届全球第一。哼，然后呢？作为交换，我把那2套戏法交给你。哈，不用，只要你退出大夏，成为我天竺国的人就行。你不配，天竺更不配。你刚才说我们大夏传承断裂，而你们天竺魔术经过100年发展，早已超越。但现在，我要告诉你，别说是100年，再给你们500年，你们也不可能超越大夏古戏法。对，
你这洋猴子慢慢学吧啊！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抬起头来做人。我是输了，但总有一天我会再次踏上大夏的土地，把你们的戏法踩在脚下。不会有那一天的，因为很快大夏就会有无数的戏法师前往天竺，让你们的魔术成为拿不出手的垃圾。没错，你们就等着被碾压吧，到时候现场肯定也会非常安静。大夏戏法传承断裂，仅凭这2个戏法，你们还做不到，那就拭目以待喽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不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有加入天竺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哼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还有一件事没干呢。对，你可是说过，要是输了，就在我家老祖宗的牌位前磕头带孝。怎么，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金大师，这可是当着全球镜头的面，我想你应该不会反悔吧？我既然说了，就肯定不会反悔。这几天我留在大夏，你们准备好，随时联系我。阿星，我们赢了！你太厉害了啊！阿星，这次多亏有了你，我们才能拿回老祖宗的遗物。不仅是你家老祖宗的遗物，还有大夏的尊严。阿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大夏做的一切呀！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嘛？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阿星，我邀请你加入魔术协会，只要你答应，我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说起魔术协会啊，还是你家先祖创办的，只不过以前叫戏法协会，后来不得不改名。那还是改回去吧，以后整个行业都将以我大夏为核心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我对这个没兴趣。阿星，加入魔术协会是所有现在应该叫戏法协会，是所有戏法师的愿望，尤其是成为会长，将会为林家带来无穷的好处啊！阿江，阿星，其实家族呢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，但是这件事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，因为它对你个人发展非常的重要。是啊，魔术协会有许多你家老祖宗留下来的戏法，只要你答应，全部向你公开。抱歉，阿星，怎么，你也想劝我吗？姐姐有事儿跟你谈一下，你跟姐姐过来一下。姐姐，我赢了，你不开心吗？你代表大夏赢了，我当然开心。但是我的弟弟从小体弱多病，他虽然喜欢戏法，却连最基本的戏法都施展不了。可是自从你上次病危之后，你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不仅戏法高超，而且病也完全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在这身体里能待多久。我一开始确实挺开心的，可后面越想越不对劲。你说话做事完全像个大人，一点都不像个小孩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骗我。你真的是我弟弟吗？我不是。阿星，姐姐就只有你一个至亲了，我希望你不要骗我。小林星已经离世了，莫不如我当然是你弟弟啊，你也是我唯一的至亲。阿星，太好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你以前认识的阿星，那个病弱的孩子。但是我确定，你就是我唯一的至亲。姐姐，我的戏法都是梦里老祖宗教我的，而且他还治好了我的病，以后我不用你来保护了，换我来保护你。好，阿星，
以后你保护姐姐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太好了，阿星打败了辛格，不仅守住了冠军，拿回了先祖的遗物，还守住了大夏的尊严。以后林家很有可能在他手中恢复先祖的荣光。是啊，爸，自先祖之后，我们林家再没获得过这样的荣耀啊！以后看谁还敢小瞧咱们林家！可惜呀，阿星不愿意加入戏法协会，否则我林家将是大夏第一世家。阿星那么小，确实不应该背负那么多的东西。以后你们谁也不能逼迫他做任何事情啊！是，是。爷爷，我们回来了！咱们家大功臣回来了！快，我们去接一下。爷爷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打败了辛格，成为了全球第一。爷爷，这个就是先祖的手镯。好啊！晶晶和阿星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是啊，你们怎么能把他们丢在外面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呢？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是这样，晶晶说有事情跟阿星聊，让我们先回来，他们的安全由协会负责，没问题的。爸，晶晶该不会还埋怨我们，不打算回来了吧？哎呀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！以前他们需要家族的庇护，可是现在他们自己都比家族还强。不准胡说！我们林家从来都是一个整体。可是爸，不过我们也要做好两手准备，万一他们真的有这种心思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也要让他们回来。好，只要他们姐弟俩开心，就算让我跪下，都可以。对，我亲自去给他们赔礼道歉。你们要给谁赔礼道歉啊？阿星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也感谢你啊！你可是给家族立了一大功啊！是啊，不仅是为了林家，更是为大夏。是啊，阿星啊，以后有什么需求都跟三叔说，三叔一定尽力满足你。我确实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一下。你说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三叔都答应你。对，我们全都支持你。阿星，你想说什么事儿啊？我得到了老祖宗所有传承。什么？那岂不是说我林家将会恢复老祖时期的荣光，成为大夏，甚至全球第一的戏法世家？太好了！不愧是我大哥有眼光，给你取了一个和老祖宗一样的名字，结果你就得到了先祖传承啊！阿星，这是件好事啊！你放心，家族不会逼你教出来的，你想教谁就教谁，我们都不会干涉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。那我现在就联系小菠菜，让他把所有戏法公开，凡是大夏人都能学习。什么？向所有人公开？这么一来，我林家岂不是没有任何优势了？就是啊，现在还好，再过个几百年，又能有谁记得我林家为大家做的一切啊？哎呦，爸呀，你快劝劝阿星吧！我林家被打压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翻身的机会，不能就这么放弃啊！你们刚才还说全力支持我呢，现在就要反悔吗？哼！现在就要反悔吗？哼！这啊，你们可别都看我啊，这事儿可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但无论阿星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他的。阿星，说说你的想法。100年前，林家能成为大夏第一戏法世家，不是有戏法传承，而是老祖宗足够强。可现在，传承已经成了家族内斗的利刃，长此以往，林家必然分崩离析。
我把戏法彻底公开，林家人也同样能学，甚至可以自创自己的戏法。而且，可是这个，让阿星先说完。学习高级戏法是有门槛的，我们本就是戏法师，又是先祖后人，我们林家本就有优势，还怕和别人比吗？我们林家就比别人弱吗？爷爷，诸位，我支持阿星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应该自己去拼，而不是靠老祖宗的传承。我也支持，但是咱们可得提前说好，你必须先教我。只要你想学，我肯定教。对呀，我们还有阿星，他这么快就能施展先祖的戏法，天赋堪称妖孽。只要他肯教，我们林家就不会弱于人的。阿星啊，三叔自私一点啊，你能不能不亲自教别人戏法？我也没时间教别人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那走吧，星哥可是说了要给老祖宗披麻戴孝呢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走。阿星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那就开始吧。好。今日，天竺国第一魔术师金阁披麻戴孝，祭拜大夏英杰林家先祖林欣，一叩首。二叩首。三叩首。礼成。我已经履行了承诺，3年内我会再来大夏向你发起挑战。不用了，我得到了老祖宗所有传承，我将把戏法全部公开。我相信以后会有无数大夏人踏上你们天竺的土地，挑战你们。什么？你得到了林家先祖的传承？阿星，你说的这都是真的？真的，不信你问他们。谢谢，整个大夏国都会记住你们所有的付出。小菠菜，好好干，这样要是都拿不到全球第一，你就等着被关进小黑屋吧。不能这样，高深的戏法怎么能向所有人公开呢？这是我们的事，你管不着，对吧，姐姐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来喽！